清晰。R9S OPPO 拍照手机。 死者名叫桃子，24岁，是一个八卦记者。腹部有多条伤口，但是都不深。肺动脉瓣狭窄，足以让他心脏病激化而猝死。速效救心丸有很多种药物可以导致血液快速流向心脏，造成心跳异常。有可能里面的药被调过包。果然在药瓶里测出了3环类抗抑郁的药，这种老式抗抑郁的药是心脏病人的大忌。就是他，为了防止被发现，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摘掉面具。所以他是开车来的。这个时候就要相信我们城市里无处不在的交通违章摄像头了。 但是药瓶上只有道具用的假血，没有真血，说明他被扎之前已经被什么东西惊吓过了。我更关心的是，他在害怕些什么。找到了，找到了！我靠！你们俩什么时候睡着的？太不仗义了吧！快过来，过来，快过来！你看，就是他。根据车牌，我们查到这个人叫江天，是桃子的高中同学。那我们等你消息。好。 回去收拾一下，我们再去现场看看。好。我们之前不是检查过很多遍了吗？大厅跟更衣室确实是排查过了。我更想知道的是，死者去更衣室吃药之前去了哪里？那你是怀疑之前有人故意吓唬过他是吗？是的。当天晚上人很多，死者胆子又大，所以凶手不可能选择这个大厅作为吓唬他的地点。嗯。走，我们去更衣室看看。好。 这几个血手印没有血腥味儿，好像是用糖浆做的。那这些假血的血手印会通向哪里呢？
这个尖头的高跟鞋鞋印和桃子脚上穿的是吻合的。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踪迹，从大小跟花纹上看，有没有可能是凶手的？要是有人能上去看看那个配电箱就好了。你什么时候上去？老秦，发现几根头发，是长发。老秦，这里有指纹。你先别碰，当心触电，先下来。换这个手套上去把指纹踩了。哎呦！老秦，这个指纹的方向很奇怪，指尖是冲下的。你觉得从你那个角度看，这个位置像是修配电箱的吗？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很难看清楚配电箱里边的情况，所以应该不会是修配电箱的方向。如果不是修配电箱的话，就说明这个人上去是有其他的目的。如果大半夜有一个人趴在上面吓你，你会做什么？我会把他拖下来打一顿。不都说桃子胆子很大吗？不至于被吓死吧？胆子大归大，但如果这是他心里的阴影，那就不一定了。那你的阴影是什么呀？我的阴影就是把你给招来了。我这人就没有阴影。哎呦！警官，坐。你的高中同学桃子昨天在迷巷酒吧被害，我们需要知道你昨天在哪里都干了什么。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昨天也去了酒吧。我昨天的确去过酒吧，不过待了一会儿无聊我就走了。那你为什么要换好衣服过去？怕麻烦。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更衣间？更衣室是什么闲人免进的地方吗？我去了又能证明什么？那你为……警官，您要调查我可以，但是请您带着确凿的证据来。我也很忙的，一会儿约了人打高尔夫。慢走。喂，老秦，江天这个人有问题，我一进去就发。哥哥，那啥，是我。啊？老秦呢？老秦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哎，你去查一下江天有没有长头发的女朋友。哦，长头发的。
行，那我现在就去查。速度。好。我们找到江天女朋友了，不过不是长发，而是短发，而且一直是短发。短发？可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长发，难道戴假发？应该去见一见这个江天的女朋友。好，我去。等等。啊？你的衣服换一下。啊，没事儿。不行，不能给警察丢人。这是命令。这是命令。服从命令。你好，是田云吗？是的，你是？我们是警察。警察？你们找我什么事儿？有些问题想要问你，请你配合我们调查。请进。请坐。你昨晚去过迷巷酒吧吗？去过呀。那你见过这个姑娘吗？我见过，但是我不认识她。昨天晚上我还吓唬过她呢。不认识她，为什么要吓唬她？我男朋友让我吓唬她，说开个玩笑，是他小时候的伙伴。你知道他有心脏病吗？我不知道呀，江天没跟我提过。他昨天晚上死了。死了？因为受到了惊吓。这可不能怪我呀！昨天晚上本身就是一个恐怖主题的 party， 所有人都在装神弄鬼。他要是害怕，为什么还要去呢？具体说说昨晚的情况。昨天 party 上，我男朋友跟我说，他这个高中同学叫桃子的女孩胆子很大，口味特别重，就看贞子害怕过，说把她骗到天台上，让我吓唬吓唬她，我就提前过去了。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踪迹，从大小跟花纹上看，应该是个女人的踪迹。我想着光站在那儿没什么可怕的，我就躲到了配电箱上。老秦，这里有指纹。如果有人大半夜趴在上面吓唬你的话，你会做什么？我会把他拖下来打一顿。那当时桃子什么反应？她胆子确实特别大，看见我一点也不害怕，于是我就想爬下来跟她打个招呼，谁知道反而等我走近了，她就害怕起来，尖叫着跑下楼去了。我需要采集一下您的指纹。好。左手，右手。您那天戴了假发吗？戴过呀。我能看一下你那天戴的假发吗？可以。就是这个。老秦，发现几个头发是长发。恐怖趴之后，您还戴过这顶假发吗？没有，回来就摘了，再就没戴过。昨天你是去吃过小龙虾吗？party 之前，我男朋友带我去过。那谢谢你的配合。我们在他家里获取的头发和在现场找到的头发确实来自于同一顶假发，但是田云说他趴在配电箱上的时候并没有吓到桃子，是走近了之后，桃子才受到了惊吓。那么桃子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呢？金敏，我从酒吧老板那里知道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江天高中时有一个女朋友，那女孩被桃子给害死了。
桃子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恶作剧，经常拍一些照片啊、视频发到网上以博得关注。原来他从小就有这爱好啊，怪不得长大了当了八卦记者。江天那时候的女朋友也被拍了，内容是跟一个老男人去宾馆搞援交。桃子把视频发到网上之后，江天就跟那个女朋友提出了分手。那女孩受不了学校的流言蜚语，结果就选择了自杀。后来事实证明，那姑娘只不过去车站接她远房的表叔，然后送她去宾馆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搞援交。这个女孩是长发吗？你怎么知道？确实是长发。这个女孩和田云长得好像啊。那这个江天也太狠了！你们想，桃子害死了他的女朋友，然后他又找一个非常像他女朋友的女人，再回头吓桃子。如果是被自己害死的人重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心理阴影，足够引发心脏病。如果嫌疑人锁定是江天的话，我们就得找到他换药的证据。如果没有证据，他完全可以说自己不知道桃子有心脏病这件事情。可是，证据呢？你吧。是你自己吧？是我。我那叫腹语。那你腹语说了什么呀？我的腹语说，今天我的身体里面缺少一种食物，它的名字叫做小龙虾。哎呀，看来我们的宝爷是真的饿了。那我去给你们买点吃的。科学研究表明，人在饥饿状态的时候可以更好的思考。哎，你是不是人啊？案子破不了，连饭都不让人吃啊！喝点咖啡提提神，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又没耽误工作，叫个外卖不行吗？反正我觉得我最近冥冥之中跟小龙虾还是有种缘分的。案子要是破不了，你这就是有缘无分。我真的很饿。姐和小龙虾也终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小龙虾的学名叫做 Procumbers clacai， 也就是克氏原螯虾。这种虾的甲壳结构极其复杂，里面就算有屎啊、有泥啊，也都洗不干净。那您还喝猫屎咖啡呢？又贵，又不好喝。我呢就是比较 low， 而且吃个路边摊啊什么的，也接近不了您的偶像气质了。您呢，就好好喝您的咖啡吧，啊。更重要的是，根据科学研究表明，小龙虾在高温烹煮之后会产生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16烷酸，是导致高血脂、高血压以及肥胖的罪魁祸首。肥胖，大宝特别棒，怎么吃都不胖。嗯。为什么换手套？为什么换手套？因为漏油啊！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也是我的不饱和脂肪酸。干嘛呀？哎！你干嘛？给我做个实验。你开玩笑呢。果然有不饱和脂肪酸的残留。什么意思？这是桃子的药瓶，在上面没有发现任何指纹。
如果江天要给他换药，又不留下任何指纹的话，他肯定要戴一个手套。现在瓶口检测出了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有可能跟你刚才吃的一样，麻辣小龙虾。我们做尸检的时候，在桃子的胃里没有发现任何小龙虾，只有一些蔬菜的残渣。那么你告诉我，案发当天晚上谁去吃过小龙虾？据田云交代，他和江天吃过小龙虾。如果江天在那之后去给桃子换药的话，又不想留下指纹，他很可能会就近取材，选择吃小龙虾用的一次性塑料手套。但这种手套的设计有缺陷，食用油会从里面渗透出来，而再微量的不饱和脂肪酸都会在瓶口留下痕迹，这就是江天换药的证据。我给林涛打电话。喂，林涛，老秦找到江天换药的证据了。明天早上就能提审江天了。吃个小龙虾都能破案，宝哥，你可以啊！所以呢，请你们不要忽略我对吃的要求，姐对吃的要求，那很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为了能破案，为了龙帆式的稳定，姐愿意放弃苗条的身材，然后吃下去，不停地吃下去。好啊，说吧，想吃什么？我请客，他买单。那就再吃一顿小龙虾喽。好啊。哎，你干嘛去吧？吃小龙虾。去钱去了。小龙虾可。哎呀，为了表彰我们大宝，我们老秦真的是仁至义尽了。长这么大，从来没见他来过这种地方吃过饭。谢谢谢谢。哎呀，女士优先，大宝你先来吧。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小龙虾，38一斤，和58一斤。要不还是让秦科长点吧，我这万一点贵了多不好。来，秦科长。58一斤的小龙虾，来1斤。好嘞，请稍等。哎，5斤。那麻烦换成38一斤的。好嘞。就这啊？那喝什么呀？我来的时候特地买了2瓶啤酒。老板娘，下瓶大2。好嘞。谢谢。哇哦！请慢用。嘿嘿，我的小龙虾哟！什么鬼？虽然呢，我们的小龙虾个头比较小，数量也很少，但是还是衷心的谢谢我们的秦科长啊！我这个人呢，脾气非常好，性格也很好，唯一呢就是馋了点，所以啊，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就多吃点。小龙虾。麻烦帮我倒杯白酒。你不嫌麻烦呀？小龙虾不是这样吃的。你们不觉得小龙虾这个物种作为食物来说，实在是让进食的效率变得太低了吗？进食为什么一定要讲效率？进食是一种乐趣，吃小龙虾的乐趣就有很多。你看，小龙虾首先它分很多种口味，有五香的，有麻辣的。吃小龙虾的乐趣呢，在于我历尽千辛万苦的去靠近那一点点肉，刚吃下这一点点肉，你又要历尽千辛万苦的去奔向下一口肉。可是无论你历尽多少千辛万苦，最终你都只能吃到那么一点点肉。
不光如此啊，辛苦工作了一天，约上3、5好友吃吃小龙虾，喝喝啤酒，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好不好？做人呢，最重要的是开心吗？进食本身就是单纯获取能量的行为，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跟社交挂钩。如果我不是法医的话，我会致力于研究一种药物，用胶囊的形式让人类获取能量，避免了买菜、做饭、吃饭的麻烦，这样人类的文明一定能有一个质的飞跃。可是好好的饭不吃，为什么要吃药呢？而且每天都工作那么长时间，你还省出时间用来工作，你的乐趣是什么呀？切东西。我吃好了，我去买单。他这样的人有朋友吗？我辛苦你了。你还是不肯承认你的罪行是吗？请法医不是都查出来了吗？还需要我多说吗？为前女友复仇，这个理由在你看来一定充满正义吧？可你应该知道，只要是杀人，不管动机如何，都是犯罪。犯罪只是清除这个世界的异端的一种方式。我是在惩恶扬善。惩恶扬善哈，把自己说的也挺正义。我要见秦明。你就是秦明，能找到我，你很厉害。10年前，桃子害死了我的女朋友，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一个和她很像的女孩，但是那个人帮我找到了，难道我不应该给他报仇？那个人是谁？你怎么也少了一个酒池？我的仇报了，你的呢？你什么意思？我本来以为你很厉害，没想到连你父母的仇你都还没有报。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到底知道什么？松手！松手！死者怎么又少了一颗后槽牙？这已经是这几个月的第3起了。然后他就让你把死者的牙拔下来了。对，这是回报。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
子你手里的就是。我的仇报了，你的呢？那你父母的仇你都还没有报，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到底知道什么？紧不紧？不紧。你这儿还挺大。林涛也这么说。这么大的地方，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吗？一部分用来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留给业余爱好的。男的把缝纫当作业余爱好的可真不多。女的把头发剪得露青皮的也不多。我那是为了好吹干，长头发吹干要30分钟，短头发只要10分钟，每天能省出20分钟睡觉时间呢。哼，我学习剪裁缝纫，是基于我对人体结构的了解。你先说。你先说吧。我怕我说完了你就不想说了。我怕我说完之后，你也就不想说了。
你这种五短身材的人是不是特别难买衣服啊？所以我经常逛童装店。我的问题是，像您这样偶像级别的大神，放屁吗？主要靠人。完了，还胸围呢？目测。林涛呢？郊外那具尸体死因跟侦查方向都不能确定的事，我先过去了。希望尸体别腐败，要不然就会丢失一部分线索和证据。现场在那边，警戒线拉到这边，太远了吧？范围越大越不好查，拉得这么大，肯定有它的道理。走。照着你的眼帘，空气中弥漫着危险，一样谎言转眼欺骗，不是暗藏深渊。停下脚步，下雨的街，梦是鲜血，绿是枯竭。黄灯彻夜闪我不眠，游戏我来破解。不安的跳动间，安息却不能眠，历历浮现，被即将踏落唇齿的争乱死结，笑旁人冷眼，人心不能搁浅。苍天日月可见，这些我来分辨。吹着口气，横对冷眼，触摸黑夜，如墨如烟，归手起无还佛心。死者的个子并不高，为什么他们会说看到一个非常高大的人影？死者是在运动中突然头部被撞击导致的颅骨骨折，而且死者额头的创伤现在呈星芒状，这应该是平整的钝性物体撞击所致，鹅卵石就可以了。所有的鞋印都出自同一双鞋，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来到这个芦苇荡。以此来推断的话，只有死者进过芦苇荡。照这么说的话，这个案子不是意外就是自杀。附近的鹅卵石上没有血迹，伤口里又没有泥巴，这些信息点都是矛盾的，除非
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谢勤工为什么会走到他家西面的这个芦苇荡。吃了药为什么还会狂躁症发作？这不符合常理。是不是鬼打墙啊？会不会这就是一个意外，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剖，因为死者家属不同意，谁也不准动尸体。那你现在能断定这就是一个刑事案件吗？这些疑点我们都解释不了，但我认为只要有疑点存在，公安机关就有权决定解剖。死者已经是最弱势的人了，只有我们能帮助他。到现在更加肯定这是一起命案。